大家知道，在美军防空教条里，拦截一枚弹道导弹需要几发爱国者吗？标准答案是，为了保险，通常要打2保1，甚至发射4枚导弹进行围攻。毕竟那是毁灭性十足的弹道导弹，漏掉一颗，后果不堪设想。但在今天，乌克兰守军正用实际行动给美军教官上课。根据乌克兰军事媒体 Mountaineer 证实，乌克兰空军西方司令部近期曝光的实战报告显示，他们已经打破了美军原有的教条。其麾下的乌军操作员仅凭单枚拦截导弹，就能在实战中精准点名俄军的高威胁弹道目标。没错，就是传说中的一发入魂，一发飞出去，直接就能撞碎俄军所谓的国之重器。这种极致的精准度，不仅让五角大厦的专家们看傻了眼，更让俄军的导弹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细节曝光背后，乌军到底玩了什么高端操作。由于俄罗斯一直在加速生产伊斯坎德尔和各类混合打击导弹，乌军的库存压力其实非常大，每一枚爱国者拦截弹都价值数百万美元，绝对不能像打烟花一样随便浪费。于是乌克兰空军西方司令部在数百天的高强度实战中摸索出了一套省弹战术，这种战术的核心就是极致的雷达优化与火控逻辑微调。以前是靠数量堆保险，现在乌军是把爱国者当成了狙击枪，搞1对1精准打击。不仅如此，根据 Mountaineer 曝光的画面显示，乌军现在的发射架配置非常有意思，他们不再是死板的挂在同一种导弹，而是玩起了混搭风。在一个爱国者发射架上，乌军同时挂载了2枚 PAC-2 和4枚 PAC-3 MSE， 前者主要负责拦截飞机和巡航导弹，后者则是专门为弹道目标设计的增程型杀手。这种既能打苍蝇又能打老鹰的灵活配置，让单一发射车具备了应对多重威胁的恐怖弹性。更让俄军心碎的是，这种战术突破已经引起了五角大厦的密切关注。美军专家现在正忙着记录乌军的实战数据，准备拿回去修改自己的防空教科书。看来最好的教官真的不在西点军校，而是在乌克兰硝烟弥漫的前线阵地。反观俄罗斯那边，吹嘘了多年的匕首伊斯坎德尔，在乌军这种狙击手般的拦截面前，神话正在一点点破灭。甚至有分析认为，俄军导弹的末端修正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在长期的制裁下已经大幅降级。能防只是基础，能打才是本事。那乌军又是如何拔掉大俄的防空利齿的呢？如果你们以为乌克兰只会依靠北约的施舍，那你们就太小看基辅的创新基因了。随着战争进入消耗阶段，乌克兰本土军火商已经开始打造颠覆性的新系统。一家名为火点公司的乌克兰新锐企业正准备给防空市场带来一场降维打击。他们的联合创始人兼设计师丹尼斯·施基利尔曼最近向路透社透露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的目标是将拦截一枚弹道导弹的成本降低到100万美元以下。大家对比一下，爱国者系统的导弹动辄数百万美元，且供应紧俏。如果乌克兰能造出这种廉价替代品，那意义是非凡的。如火烈鸟的巡航导弹系统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更值得注意的是，火点公司还在研发代号为 FP7 和 FP9 的超音速弹道导弹，其中 FP7 射程约300公里，性能直逼美军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而最让克里姆林宫睡不着觉的是正在测试阶段的 FP9 导弹。据悉，这款导弹可携带800公斤的巨大弹头，射程达到了恐怖的850公里。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射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已经完全被纳入了乌克兰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施蒂利尔曼直言不讳地表示，对莫斯科发动攻击将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尽管莫斯科拥有号称全球最强大的防空网，但面对乌克兰这种低成本高产量的饱和攻击，它还能撑多久？在这里我们要对比一下俄乌两国的军工现状。乌克兰虽然工厂时常遭到轰炸，但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实战经验和北约企业的技术对接。他们的火点公司甚至已经开始和丹麦的威宝、瑞典的萨博、法国的达利斯等巨头谈合作。这种全球化的协同研发模式是处于被制裁、被封锁状态的俄罗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俄罗斯现在的军工厂在干什么？他们在拼命翻新冷战时期的库存。由于缺乏关键的高精度传感器和芯片，俄军新型导弹的产能正在断崖式下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俄罗斯求助朝鲜和伊朗的导弹的原因之一。俄罗斯自家的高精尖已经快接不上气了。
大家想象一下，当乌克兰的低成本防空系统在2027年大规模列装，当拦截成本降到100万美元以下时，俄罗斯那些昂贵的导弹还能有什么作为？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战争逻辑的彻底重构。或许有朋友会问，乌克兰到底是怎么做到让俄军防空网像筛子一样的？这就不得不提到乌军正在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致盲行动。自从2022年全面入侵开始，这场冲突就成了现代 SEAD 战术的顶级实验室。乌克兰的目标非常明确，先拔掉俄军的眼睛，再敲碎俄军的牙齿。根据最新的大数据分析，乌军已经针对俄军防空资产发动了超过1530次精确打击，其中针对防空基础设施的打击占比竟然超过了54%。大家看，这可不是随机乱打，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拆防行动。乌军重点点名的对象，首先就是俄军的山毛榉系统，目前确认命中的就有58次，紧随其后的是专门对付无人机的道尔系统，确认命中56次。最尴尬的要数被吹上天的铠甲 S1 近程防御系统，也被精准敲掉了27套。这些系统原本是用来保护俄罗斯重要资产的，结果现在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这就像是你请了个保安来守门，结果保安被第一个小偷给放倒了。而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乌军无人机飞越上千公里，竟然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沃罗涅日超视距雷达。大家知道这种雷达是什么地位吗？那是俄罗斯核威慑体系的大眼睛，能看上万公里的目标。结果呢，被几架几万块钱的自杀无人机给偷袭得灰头土脸。这种打击带来的不仅是硬件损失，更是俄军指挥体系的全面崩溃。雷达被炸了，后面的 S400 导弹连就像是蒙上眼睛的拳击手，只能对着空气乱挥拳。根据卫星影像分析，由于损失太惨重，俄军不得不从远东的千岛群岛和加里宁格勒调集防空装备，这就叫拆东墙补西墙。俄罗斯漫长的边境线现在几乎成了不设防地带。而乌克兰这边呢，他们正利用北约盟友提供的巡航导弹和自制无人机，顺着这些雷达缺口，源源不断地把炮火送到俄军的后方。这种致盲战法不仅体现了乌军极高的战术素养，也深刻暴露了俄军防空体系外强中干的本质。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俄罗斯的防空神话正在慢慢崩塌？也是在这个时候，乌军甩出了对俄军的致命一击。没错，就是克里米亚的终结者与工业基地的毁灭。普京曾说，克里米亚是不沉的航母，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防空网。结果现在呢，这里快成了俄军高价值防空资产的火葬场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和特种部队联手，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克里米亚大清扫。从2025年开始，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军第31防空师几乎快被打残了。乌军不仅敲掉了他们的雷达中心，甚至连指挥官的营房都没放过。在那次著名的袭击中，第3无线电工程团的团长瓦迪姆上校被当场消灭。紧接着，克里米亚的空管雷达、深空通信中心一个接一个的炸成礼花。据悉，克里米亚的6个空军基地近近雷达目前已经被端掉了一半。现在的克里米亚就像一头被拔光了毛、挖双了眼的秃鹰，只能趴在黑海边瑟瑟发抖。但这还没完，乌克兰的打击已经深入到了俄罗斯的工业心脏。2026年3月，乌军使用暴风阴影巡航导弹，精准命中了布良斯克的克列姆尼埃尔微电子工厂，这可是俄罗斯最大的军事芯片产地。铠甲系统、伊斯坎德尔导弹，还有各种先进雷达，全指望着这里的半导体。现在工厂4号楼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俄罗斯的军工供应链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没有了芯片，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只是在那儿卖萌的铁疙瘩，这就是技术落后的代价，也是被全球主流供应链抛弃的后果。对比乌克兰日益强大的国产导弹产能和北约源源不断的零组件供应，俄罗斯正陷入一种越打越原始、越打越穷的死循环。这种战略上的降维打击已经让这场战争的结局变得毫无悬念。乌克兰人正用一发又一发精准的爱国者拦截和一次又一次大胆的敌后奇袭，书写着小个子反杀巨人的传奇。只用一发击落的是俄罗斯的导弹，更是那个臃肿帝国的尊严。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俄罗斯还能在这样的持续放血下坚持多久？如果乌克兰的 FP9 导弹真的飞到了莫斯科上空，普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记得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咱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